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小拇指在手相上又被称为忌指、为指，在5根手指中是最小的那一个。别看它小，它不仅代表了一个人后半生的运程，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所以相术上又被称之为第2根拇指。那么小拇指的长短、形状具体都能看出哪些呢？一起随我来看看吧。1. 小拇指长直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许多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即他们的小指长度通常会超过无名指的第1指关节。这种特征的人，他们的思维通常非常敏捷，手法灵巧，擅长细致地观察与分析周围人的言行举止。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，这种能力尤为突出，使他们能够在社交场合中显得更加得体与自如。在传统相术中，小指被视为代表交流和沟通的能力，因此拥有较长小指的人通常具备强大的沟通技巧，这使他们能够在与人交往中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他们的这种沟通能力不仅帮助他们在商业场合中取得成功，也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能更好地维护人际关系。这类人在社会上通常行走自如，能够凭借他们的社交手腕和敏锐的观察力，在各种环境中取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。正如俗语所说，他们很吃得开。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色的交际能力，也因为他们能敏感地捕捉到社会动态，迅速适应各种社会环境。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沟通和交流方面的天赋与努力。2. 小拇指短小。小拇指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过于短的人，个性率真、单纯、无城府，凡事都喜欢率性而为。虽说话办事经常思虑太少，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这种人为人仗义、耿直，对朋友能两肋插刀，所以身边往往朋友虽少，但都是交心的朋友。小拇指短的人不太适合自己创业，但能在贵人的朋友的帮助之下取得不错的生活。3. 小拇指与无名指。小拇指通常代表的都是一个人后半生的生活状态，而无名指代表的是配偶及感情生活。小拇指与无名指并拢没有缝隙的人，通常在后半生能与伴侣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。反之，若是有缝隙的话，夫妻2个人肯定经常吵架，甚至有中年离异的风险。4. 小拇指颜色。健康上来说，小拇指苍白，通常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；小拇指红中带青，多是肾虚、元气不足的表现；小拇指青筋毕现，多是泌尿系统不畅。5. 小拇指尖端的形状。1. 小拇指指尖端为尖头形者主，其人心理细密，反应敏锐，变现能力强，善于论辩，也善于讨人欢心，并且喜好研究事物。2. 小拇指指端为4角形者主，其人学识丰富，做事踏实，具有务实能力，信用佳，重责任。3. 小拇指指端为椭圆形者主，其人善于理财与管理经营，经济观念很好，善机变，社交能力好，人际关系佳，本能强。6. 小拇指的指纹。1. 小拇指有运约纹。运约纹是指小拇指有1条或者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，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，因为他们赚钱的本事超群，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，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，一边在奋斗，生活过得很惬意。这类人到了中老年也运势极佳，子贤孙孝，儿女绕膝，尽享天伦，富贵又安康，且后代卓有成就，不用为子孙前途担忧。2. 小拇指有侧纹。小拇指的直纹超出2条，也就是相理中常说的侧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能干，事业有成，但是这种人通常野心勃勃，不甘心落于人后，即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，也会因为强烈的好胜心逼迫着自己忙碌辛苦，尽力赚钱。所以建议这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，适当给自己减压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步入老年之后更要放慢节奏，多锻炼身体，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，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。3. 小拇指为军纹。小拇指有军纹的人性格孤僻，脾气固执，不喜热闹，所以他们一生朋友甚少，但是和子女的缘分却很深厚，可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，因此得以安享晚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类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一般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太容易被改变，并且晚年性格更加偏执，子女要多关心留意，以防被人骗走财产家当。4. 小拇指为沉纹。小拇指有沉纹的人，年轻的时候事业运势不是很好，
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。不过中年以后，他们的运势就会越走越好，早年的努力也将得到不菲的回报。晚年之后，他们运势将达到巅峰，从此大富大贵，安享清福。由于他们心地善良，待人诚恳，有着极好的人缘，所以老年之后也不会孤单，子孙孝顺，朋友围绕。加上他们喜欢旅游，懂得享受生活，所以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充实。第二，掐指算命看吉凶，简单易学，奇准无比。掐指只是古人在占算时将天干、地支、八卦、五行等通过五行的生克等关系来进行推算预测罢了。掐指算命是怎么回事？一些人没有算过命，但是在电影、电视与书中都能看到命师为人预测的时候都会凝神掐指运算。掐指算命已经成为了算命的招牌动作。那么掐指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懂的人觉得神秘，讲出来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这个同许多江湖秘籍一样，说出来就分文不值了。命师掐指的位置是在左手，用左手大拇指在其他四指上掐点，掐点一共有12个位置，也就是12地支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子的位置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丑的位置在中指的根部，寅的位置在食指的根部，卯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2个折纹上，辰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3个折纹上，巳的位置在食指尖上，午的位置在中指尖上，未的位置在无名指尖上，申的位置在小指尖上，酉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3条折纹上，戌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2条折纹上，亥的位置在小指的根部。此12地支在左手四指上转了一周，食指上有寅卯辰巳4个，小指上有申酉戌亥4个，中指与无名指上各有2个，总计12个。位置很简单，但是在运用上却十分广泛，如查10天干的旺衰、年龄的计算、12星剑、一掌经等，都离不开指诀。先介绍一下根据年龄推算属性的方法。比如来了个人说，有一个人今年虚龄75岁，问你是属什么的，你就可以在今年2006年戌的位置上起1岁，顺数到子为11岁，寅的位置为21岁，辰是31岁，午是41岁，申是51岁，戌是61岁，子是71岁，隔位往下推，查75岁的属性就在此停住，子为71岁，逆向推，亥是72岁，戌是73岁，酉是74岁，申是75岁，推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就告诉来人，虚龄75岁的人是属猴的。若问一个人是属猴，今年70多岁，虚龄是多少，你也用此方法推出。在邵伟华著的《四柱预测学》也有详细介绍，请参看。10天干的旺衰我就不介绍了，我只是想说，现在许多人有点忽视它，老怕地旺，少怕衰，中年最怕死绝胎，这在预测中很有用的。行运预诀一般都有事，像沐浴也为桃花，沐浴为裸体，结合命局运用是很准确的。一掌经预测十分方便，不用万年历与排4柱，报出生的时间就马上开口就断，准确率很高。若与4柱同时运用，百不失一二。我说一下一掌经的12宫：子为天贵，丑为天恶，寅为天权，卯为天破，辰为天监，巳为天文，午为天贵，未为天意，申为天孤，酉为天任，戌为天意，亥为天寿。具体的用法是从年上起月，月上起时。例如乾燥，阴历寅年3月14日辰时，男命顺行，女命逆行，在寅上起年，顺数寅为1月，卯为2月，辰为3月，在辰上起日顺数到14日为巳，巳上起时，顺数午至酉。此4宫为天权、天监、天文、天任，依其各宫的含义进行批断。各宫的含义与4柱食神相很相近，具体可参看一掌经。用一掌经断人性格，我感觉非常准。12星剑也是用指诀在生年起，数至太岁上看落在何星上，如落在吉星上论吉，落在凶星论凶。12星剑是凶星多吉星少，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总是凶多吉少，穷人多富人少，不可能人人都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